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和戴旭楼梯同框刚火，内娱又拿一张路透给春和之上续命。内娱最会制造养眼错觉的手段，就是给你一张同框路透，再配一句太搭了，让人误以为这是作品的胜利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不过是剧组在拿演员的脸给项目续命。谭松韵和戴旭这组春和之上路透一出来，评论区立刻开始集体上头。什么氛围感觉了，什么姐弟感好强，什么求快播，看得出来，大家对这部戏的期待已经先一步跑在了剧情前面。可问题也就在这儿，观众先嗑的是人，后面才想起自己嗑的是戏。内娱这些年早就把这个套路玩明白了，先放脸，再放糖，最后拿作品质量来赌你不舍得骂。这类路透最聪明的地方，不是拍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场面，而是它永远卡在一个刚刚好的点上，既让你觉得有内容，又不至于把真正的剧情全露出来，吊着你的胃口，顺手把热度喂满。剧组转场到外部楼梯，两个主演罕见同框，女主穿白 T 恤牛仔裤，男主穿便衣加防弹马甲，站位、动作、神态全都像是精心挑出来的可传播画面。你以为是偶然被拍，实际上这种偶然往往是宣传最爱吃的那口红利。更别说现在这套行业玩法已经熟到什么程度了，剧还没播，先靠路透建立角色认知，角色还没立住，先靠演员颜值制造情绪价值。情绪价值一旦铺开，粉丝就自动替项目做免费扩散，连水军的钱都省了。说白了，路透不是生活记录，是一种低成本预告片，还是带点偷看感的那种。最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抓到了独家，实际上你抓到的只是剧方想让你看的那一节。而这部戏的养眼，恰恰也暴露了当下影视圈最尴尬的现实。真正能迅速拉起关注的，不是剧本是不是扎实，不是人物是不是成立，而是主演有没有足够的可靠性。谭松韵的脸本来就属于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好感的那种，干净、耐看，没有太强攻击性，放在生活流、年代感、家庭线里很吃香。戴旭则是那种偏稳、偏熟，带点故事感的类型。两个人一放在同一空间里，天然就有一种不是流量式强行营业，但看着还挺像回事的感觉。可别被这点表面的顺眼骗了，娱乐圈最擅长的就是把顺眼包装成真诚，把同框包装成默契，把看起来像一对包装成角色关系很强。真以为镜头语言是自发生成的？真以为现场站位是随便站的？太天真了！剧组每一个对外流出的画面背后，都可能有人盯着传播效果算账，哪边光线好，哪边角度容易显高，哪一秒适合截成动图。宣传组比剪辑师还懂流量密码。现在很多剧组，尤其是中等体量以上的项目，已经很少再靠单纯砸钱买硬广了。真正有效的是半遮半露式投放，让路人觉得自己是偶遇，让粉丝觉得自己抢到了新鲜糖，最后让算法觉得这条内容有讨论价值。路透就是最经典的这一套，成本低，传播快，天然带未经修饰的滤镜。哪怕演员只是站在那儿对一句台词，都能被粉圈翻译成眼神拉丝台词有火花，搭档感爆棚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剧组明知道被拍也不怎么拦，甚至有时候还会默认放点料。热度这玩意儿，真不是靠你一本正经宣传海报就能砸出来的。海报现在太像 P 图成绩单，大家早看腻了，反倒是这种灰扑扑、生活化、带点偷拍质感的路透，更容易让人产生这戏应该不差的心理预判。人嘛，就是这样。越像没包装的，越容易相信；越像自然流出的，越容易被骗得心甘情愿。
但问题又来了，路透能救场，不能保命。一个项目真正能不能打，最终还得看剧本和完成度，不然前期再会造氛围，播出后照样露馅。内娱这些年太多路透杀疯了，正片拉胯了的案例，最经典的就是那种宣传期吹得天花乱坠，等剧一上，观众发现所谓的张力全是海报和偷拍视频撑起来的，台词空，人物空，情绪空，演员再会卖脸，也架不住编剧写得像在交作业。而且你仔细看就会发现，这类同框路透之所以容易出圈，还因为它满足了观众一种很微妙的心理需求，大家太久没看见像样的对手戏了。现在很多剧不是没明星，是明星太忙着各自营业，镜头一切过去，要么是 AI 精修脸，要么是单机式演出，人物和人物之间像隔着一层塑料膜，谁都不碰谁，谁都不信谁。反而像春河之上这种，哪怕只是楼梯上下的站位，简单的对话姿态，都能让人觉得终于有点戏味了。这说明市场真的饿太久了，连一口像样的饭渣都能被夸成满汉全席。说白了，这也是为什么谭松韵这种演员一直有市场。他不是那种靠流量标签硬顶热搜的人，他的优势是观众缘，这种东西比话题度更难装出来。观众缘本质上是一种低攻击性的信任感，你看到他不会下意识反感，也不会觉得他在用力过猛的抢戏，这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想抢镜的圈子里，反而成了稀缺货。待续也是一样，不是那种脸上挂着我来演霸总了的油腻型，反而更适合做戏的底盘。两个演员如果真能在剧里撑出关系层次，那这部戏至少不会太难看。但行业里最滑稽的一点也在这儿，大家明明都知道观众在吃关系感，却总爱把真正的创作压力转嫁给演员，仿佛只要演员够会对戏，剧本烂一点都无所谓。可演戏不是短视频拼贴，演员再会接戏，也接不住一整部戏逻辑散架。很多项目宣传时热度飞起，实则是把本该砸在剧本、置景、调度上的钱，先花在了能上热搜的节点上，路透、花絮、物料、通稿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至于成片怎么样，那就看命了。内娱做项目的思路，早就不再是我要拍出一个好故事，而是我要先把这个项目包装成一个值得看故事的东西。这里面最常见的一种操作，就是在播出前先把主演关系炒热，尤其是两位主演存在年龄差、身份差、气质差的时候，宣传团队最喜欢把这种差异做成可磕点，观众一旦入坑，就会自动帮他们把所有平淡镜头往情感方向解读。你看见的是楼梯上站着两个人，粉丝看见的是权力关系保护欲、拉扯感、命运感，一层层脑补下去，戏还没播，角色先谈上了。这套玩法放到别的项目里，照样能套。前些年有多少剧，男女主还没正式官宣，就开始放出疑似同组互动，让 CP 粉替宣传组扛大旗。等真播的时候，剧方发现最省钱的营销方式，就是让粉丝自己产粮，自己造势，自己吵架，粉黑大战一起来，热度就有了，哪怕骂声大点，也比无人问津强。毕竟在资本眼里，被骂也是流量的一种，冷场才是真正的死刑。你再往深一点看，路透这事本身就很像一场精心算计的半公开交易，剧组提供模糊感，媒体提供放大器，粉丝提供情绪劳动，最后平台再收割一波点击率，每一环都不是白干的，哪怕看上去只是个同框，背后也可能牵着拍摄进度、宣发节奏、角色热度、演员商务预期。演员好不好磕，直接影响剧外讨论度。剧外讨论度高，商务才会觉得这人有市场，有市场才会接着有资源。
这就是内娱最现实的传导链条。所以别看这次大家都在夸太养眼，这4个字其实已经把行业的底牌掀开了。什么养眼？翻译过来就是这俩人至少能让观众忍着看看内容，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。现在好多剧，别说养眼了，连看得下去都得靠滤镜硬撑。演员在剧里像完成任务，观众在屏幕外像被绑架，双方都知道这不是爱情，是工伤。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拉几个老案例出来对照一下，看看娱乐圈是怎么一边吹氛围感，一边把自己吹翻车的。前几年某些偶像剧最爱搞路透和偷拍视频，男女主在片场走一段路，说2句话，都能被营销成爆款预定，结果正片一开，发现2个人毫无化学反应，像是各自从别的剧组顺手借来的 NPC， 连看彼此一眼都带着下班气息。那时候粉丝还在替剧方找补，说是剪辑问题，可剪辑能救的永远只是局部，救不了整个项目像没煮熟的半成品。还有些剧更离谱，路透期间粉丝已经开始预支奖项，预支爆红，预支爆 CP， 仿佛只要截图够多，作品就能自动进化。结果作品播出后，路人一看，所谓 CP 感是现场流出来的，所谓张力是宣传稿写出来的，所谓名场面是粉圈自己剪出来的，最后最受伤的反而是那批最先冲进去的人。内娱很多事就是这样，最热心的永远最容易被割，最会客的永远最舍不得跑。越是投入感情，越容易被一盆冷水浇得透心凉。谭松韵这些年其实已经被市场教育得很明确了，她不是靠爆维持存在感，而是靠稳定和适配度吃饭。这种演员在行业里特别像老实人，看着不炸裂，但每次都能把事做完。戴旭也属于这种类型，戏里戏外不太需要搞那些浮夸操作，反倒更像是靠角色说话的人。可越是这种组合，越容易被外界过度解读，因为大家太久没看到不油、不飘、不端着的同框了，稍微一正常就被夸成天降真情侣，稍微一有互动就被当成工业糖精里的良心款。这也折射出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，观众不是变好骗了，而是被烂东西喂太久了。你给一口正常的饭，大家都会感动得像中了大奖，娱乐圈的标准线早就被自己踩烂了。所以只要有一点真实感，就像捡到宝。问题是，这种宝往往只是相对垃圾堆而言的体面，不代表它真的足够好。路透能让人上头，说明宣发有效，不说明作品高级，能让粉丝喊磕到了，也不说明剧情经得起推敲。再说的直白一点，很多剧组喜欢把拍摄辛苦挂嘴边，夜戏、凌晨收工、日夜颠倒，这些确实是事实，但在娱乐工业里，辛苦从来不是价值的证明，只是工作流程的一部分。你看到演员凌晨2、3点还在拍戏，确实不容易，可这不是作品一定会好看的保证，也不是宣发就可以拿来抵扣质量问题的借口。很多项目最擅长的就是提前卖惨，先把辛苦摆上台面，让观众对成片降低要求，仿佛只要拍得够累，作品就自动有了诚意。可观众不是慈善家，花时间追剧也不是为了看谁加班最狠。你拍夜戏拍到天亮，结果剧情还是老一套，人物还是纸片人，台词还是流水账，那这份辛苦就只剩下自我感动。更狠一点说，很多剧组对外展示的辛苦，本质上是一种预防性舆情管理，意思就是先告诉你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万一成片不行，至少还能留个他们尽力了的缓冲带。这个套路，老观众见得太多了，几乎快成行业默认的免责声明。所以这次春和之上的路透为什么能让人讨论起来，
原因不在于它有多稀世珍宝，而在于它至少没有一眼糊弄。谭松韵和戴旭的铜矿给的是一种少见的正常拍戏感，不是强行端着摆拍，不是工业糖精拉满，也不是那种一看就知道在配合公关剧本的营业脸。仅凭这一点，它就已经比很多靠花里胡哨宣传的项目顺眼。可顺眼归顺眼，能不能真的留住人，还得看后面是不是接得住。别到时候又是一通营销猛如虎，正片一看250。娱乐圈最会做的事，就是把一张图的价值放大到离谱，把一部戏的前景吹得像要改天换地，结果播出来依旧是老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拉胯。你会发现，所谓爆款香，很多时候只是营销香；所谓好客，很多时候只是镜头给足了空间感；所谓演技在线，很多时候只是同行太差衬出来的。这个圈子里最不缺的就是被夸上天的人，最缺的是能撑住后续的人。所以别急着为一张铜矿照鼓掌，也别急着把太养眼当成作品质量的保险单。娱乐圈的套路已经很透明了，透明到你一眼就能看穿他在干什么。只是很多人愿意装看不懂。路透这玩意儿，说穿了就是先拿点甜头吊着你，让你替项目免费做预热，等真开播的时候，再看它到底是米其林还是泡面加火腿。要是最后端出来的只是半熟不熟的一锅，观众也别太委屈。毕竟这年头，谁还没被养眼2字骗过几回？这就是内娱最稳定的笑话，图是好图，人是好人，戏嘛，先别急着夸，很多时候，连热闹都是临时拼出来的。你以为自己在围观一部剧的诞生，其实你只是在提前参与一场结果未定的消费游戏。等真播了，能不能把这点好感兑现成口碑，再说吧。毕竟这个圈子里，最不值钱的就是开局的经验，最值钱的永远是落地之后还不翻车的本事。